但係最得意咧，佢就突出嚟嘅喎，因為槓桿原理咧，當個人企出嚟踩呢個級咧，到時槓桿呢邊咧啲亞洲會翹起，一定爛嘅。咦？裏面寫住啲乜嘢咧？又睇真啲先。喺2024年首個開盤，專登過嚟天文台度邊望一望。各位觀眾唔買都一定要嚟睇一條片啊！讀建築嘅朋友隨時一個好嘅 case studies。現場唔係太多人參觀，喺參觀期間，地產代理朋友講嘢頗大聲，可能聲大啱70%，之後喺後邊播翻出嚟俾大家聽下。如果你係花生友，你可能都中意。項目名稱匯明，由恒安發展。近年項目中意用匯字行頭，做成一個系列。我認識一間發展商，佢比較中意喺啲舊社區進行收購，就想以幾期咁形式出現。好似呢個盤啦，旁邊都有另外一幅地，仲未計而家收購緊嘅項目。每個地盤都係隔1-2條街，用舊地重建方法，所以通常都係單支樓。我嘅形容就係小區滲透，僅有啲街坊客中意。呢個 business model 除咗喺黃大仙區發生，仲會喺鴨脷洲。有興趣可以按翻右上角連結，曾經介紹過。每棟樓都可以俾發展商試啲新嘢，今次都唔例外。用家就買緊佢試出嚟嘅產品，但係咪次次都 work？ 既然唔係新發展商，起咗咁多樓，仍然都有啲低級錯誤出現。地盤最低嗰層起都未起好，個則又唔肯改。分層單位最細就係200尺嘅 J 單位，最大就係 E 單位375尺，全部都係200零尺。喺政府2000年開始，喺新嘅賣地條款或者鐵路項目、市建局嘅重建、私人發展商嘅換地同修訂地契嘅申請，全部都加入地契限制條款，面積最低要求280尺，或者唔可以少於26平方米嘅要求。但係呢類舊地重建嘅地契就冇呢個限制。可想而知，發展商都咁有信心喺啲舊區裏邊做細則，就係睇準黃大仙嘅舊社區舊客。不過港鐵站行上條暗斜先上到呢個地盤，後生啲比較適合，年紀大就要坐車先上到去。千祈唔好用嗰啲實測幾多分鐘行到嘅項目，就淡化咗條斜路喺夏天時間行上去行到身水身汗。係人有錢都想住大啲，冇人買啲細則。現在樓價下行，喺過往買樓期間，大部分啲人起碼要買1房或者2房以上，真係講唔出咁細單位嘅投資價值。咁現場收音就收到啲對話。我話俾你聽，因為發展商將個價錢開到好平啊，好平啊！你會換噶嘛？多都會換嘅，你會換噶嘛？因為你會換噶嘛？你唔住一世啊嘛？我喺現場真係好想問下佢，掃管笏買落啲細則，上得身都要抬錢補翻個差價，要放都唔知邊個會買啲細則。有錢揀都揀大唔揀細，揀近市區都唔會揀遠啦。呢班業主大部分都係後生嘅朋友，日日消耗時間返工放工，所以要換樓都唔係咁簡單，一下唔覺意就未必住一世，可能住咗半世噶啦。所以答案係換樓唔係問自己，要問下下一手會唔會想接你嘅單位。你聽到啊？收音嗰陣時行到咁遠都收到，你可想而知係幾大聲啊！聲大啱70%，食住個客。呢類場景喺越街坊嘅樓盤就越多遇見。現場只有2個示範單位，一個清水，一個裝修。就睇過260尺1房單位，參照18樓 F 單位搭成。大門入嚟，旁邊放咗焗爐、洗衣機、電子鎖基本配置，全單位鋪木紋地磚。所謂1寸長1寸強，哇！呢個位咧 fit 到流，打開嗰陣時千祈冇人入門口。睇到牆身都撞花咗，焗爐上面放咗 VPN 嘅 router， 加上係 TP-Link， 我哋後面再跟進。200零尺開放式櫥櫃，唔好預好大。好多時個 interior designer 咧都係冇諗過嘅。咁右邊開門，咁啊洗衣機就係咁樣向左邊開，咁咧又係得咁窄嘅位咧嚟攞衫出嚟。點解唔可以將呢道門放喺個較喺呢邊咧？佢變咗一道門呢邊開，嗰個洗衣機道門亦都咁樣開，咁攞嘢出嚟咪方便啲咯。呢啲咧又係因為你打道門咧，打中間左右兩邊開咧就正路，係咁樣做櫃嘅師傅。但係講實用咧就唔應該咁樣啦。都幾好啊！咁咧嗰個插蘇頭啦就放咗右上角啦。咁啊呢邊啊正路都要放下啲水煲啦。咁實際情況個台面得咁大啫嘛，咁點放啊？冇辦法，但係都要有嘢地方俾放。
都預留個電掣俾你，都屬於 OK 嘅。嗱，呢個天花頂咧就2級啦。咁如果點樣都要做窗簾㗎，咁啊窗簾整碎嗰陣時就會2級啦。咁啊買家要留意，永遠係近睇先睇到真相啊！大家睇下呢個窗㗎喎，你睇下手指位，佢有啲凹位俾你可以個 hand 度放手上去。但係大家睇下，嗱呢啲咧又係你根本開唔到個窗啊！你發覺啲手指放都放唔到入去。咁呢啲又唔知邊個諗嗰啲嘢，咁點開個窗？咁唔通要咁樣細力咁開唔到噶嘛？咁呢啲窗咧就係有問題嘅設計嘅，呢啲又唔知邊個批嘅。嗱，有得經典啊！呢啲位咧儲落去條石咧，如果右邊你做翻旗幟突翻出嚟咧，咁啊會比較 premium 少少。咁呢度唔係走呢種風格嘅，咁啊大眾化，咁啊價錢係咁上下嘅。一見到個窗舊咁新發現，梗係即係走去房睇下。當然啦，都入房睇下呢個窗呢個 handle 位啊。呢個正常咧係開得到嘅喎，呢個冇問題。睇真啲咧，呢道窗咧就有少少奇怪啦。我哋打側睇，你要發現到上面就起咗2級，一級就係個窗嘅眉頂啦，跟住後邊咧就係牆身啦。咁呢度起一級嘅，嗰級咧唔知我哋做乜嘢，唔知係咪我哋放啲金銀珠寶喺上邊啦。咁咧，當我想做個窗簾，咁窗簾梗係收落去啲木嘅地方啦，或者係打上牆身都可以。咁咪變咗打唔到呢邊就褪出嚟喎。咁無端白事我要做窗簾，我咪會突咗出嚟出邊咯。咁咪唔慳位咯。極少我見嗰個窗框咧係會突出嚟，通常平咗個石屎牆身面噶嘛。嗱，呢個設計咧唔明點解。另外一個角度睇翻啦，即係有冇需要啲現金件要突出嚟嘅？嗱，個鏡櫃咧望埋去都幾靚嘅，不過你打開睇下呢度，3寸到啊！個3寸唔知放到啲咩咧？呢邊呢個好啲啦，呢度大概4寸到啦，咁啊似樣啦。嗱，呢啲隱藏式嘅座廁咧，呢個係貨咧，如果裏邊咧係有 overflow 啲水會流出嚟嘅，咁呢個去水位落咗呢邊，咁一個渠位走呢邊。其實如果個窿咧做喺右邊咧，係會比較適當。咦？裏邊寫住啲乜嘢咧？又睇真啲先。點解咁得意嘅？因為樓盤都擺咗一段時間，個示範單位應該留俾執收朋友睇翻有咩漏咗未做。咁要讚一讚佢嘅。咁佢就算做隱藏式都好啦。咁佢呢個係比較短身嘅喎，咁令到個空間都比較 OK 啦。咁佢室內裏邊做一個企浴啦 ，OK 啦，就唔可以講話好闊，亦都唔可以講好窄啦。有一樣要讚嘅，牆身嘅插蘇頭咧，相對於個單位咧都算幾足夠有餘嘅。最後部分參觀露台，咁大家都留意下，又係首次見咧，亞仔度追翻呢個垂直一條啦。但係最得意咧，佢就突出嚟嘅喎。如果真係到時收到咁樣嘅鋪法咧，其實有問題嘅設計，因為槓桿原理咧，當個人企出嚟踩呢個級咧，到時槓桿呢邊咧啲亞仔會翹起，一定難嘅。咁到時呢一忽咧就好容易趌上嚟嘅。嗱，呢設計完全都係錯誤。咁現場咧見到呢個嘅冷氣機。啲雪種喉都冇安過，咁其實佢都會話翻俾你聽咧，喺度寫住清楚，係唔會安嘅。咁雪種喉唔會安啦，咁電咧喺呢部分咧都唔會安啦。但係呢個頭咧有個 in out 咧，其實咧都會有電喉咧，唔知點樣走，你睇唔到嘅。但係佢話俾你聽，我最重要啊。咁呢個掣仲會有條線落翻嚟啦，呢度個大掣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如果睇呢座
上面咧應該有啲喉，唔知點樣行咁睇唔到啦。喺一手例之下，只要講清楚係可以嘅。但係我個人就對於呢類發展商呢一類嘅 presentation 有一啲戒心，我分辨唔到佢係馬虎唔想做，定係想避咗唔想將一啲弱項俾人知道呢？沿途行啲膠牌仔遍佈周圍，我對啲指示咧一定睇得好清楚，因為咧魔鬼細節喺裏邊。一下唔覺意走漏眼，你就望到現場嘅示範單位係咁樣，以為交樓嗰陣時就係100%。大家諗下，發展商可以做咁多細牌仔，寫得咁清楚，就係驚觸犯咗一手監管條例，嘥咁多人力物力，直接叫翻建造商直接做翻條喉算數啦。所以有理由相信，就係唔想你知道啲喉點樣走位方法，或者用咩方法包住佢。過往見90%以上發展商都會照做翻，好多發展商費事煩都會做足晒所有嘅，所以唔做我更加驚。我知道絕大部分小市民都唔知道有啲乜細節，希望經今次嘅例子同大家分享。我哋行過隔籬睇個356尺嘅兩房單位，上面寫住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即係見到個家私裝修會買嗰陣時一拼俾埋你。櫃中間空心位置就冇咗盞燈啦，而家見到都黑掹掹。而啲 LAN 線收拾喺呢個位呢，就係一個平價做法，最低限度做翻面板，等啲 LAN 線每個頭插翻入去。呢隻 VPN 嘅 router 內置火牛會發熱，門嘅面板又冇翻啲疏氣罅。上一個示範單位都有人將條 LAN 線插翻入個黑色窿裏邊，今個就冇啦。嗱，櫥櫃用嘅臂咧，其實都要參考嘅。喂，開唔到添。大家望一望啊，30零蚊一對嘅呢隻。都估唔到私樓揾咗呢種鉸出現。嗱，地方唔係大啦，俾翻隻175度鉸會唔會好少少呢？留意到門嘅旁邊都有塊黃色告示貼，應該又係有啲執收未做好。嗱，上櫥櫃咧，其實咧就做得入個頭，你可以其實褪翻多3-4寸都得嘅，咁樣咯。而家就現在就嘥啲位。沖水掣就喺右邊啦，咁頭先我另外一個咧就喺左邊嘅，咁其實即係話你可以左一度控制火啦。呢個位如果放翻喺左邊咧比較適當，因為下邊咧就退水噶嘛。得意啊，一樣係嘅，就唔知點解寫啲咁嘅嘢出嚟。其實點解啲紙就貼咗喺度咧？有冇人巡過呢個盤？嗱，張床咧喺個高度咧，個頭喺度起身。咁呢個位咧又係工業安全問題，家居安全會撞到咧。喺我個高度咧就到大概我嘅胸前再低少少咧，一起身如果唔多角咧，一撞落去就有問題。間房都屬於闊，個櫃都幾好用。頭先講完咧個窗簾嗰個問題啦，你有條櫃咧都做褪後咗嘅。咁如果你現場睇到咧，呢兩級嘅窗簾咧，個窗紗嘅窗簾咧，其實垂直落翻去一張床都褪翻開少少嘅。如果唔係，基本上咧你就個外邊窗簾就跌咗落個床嘅面上面嘅。所以嗱，留翻咁大條乸係正路啊！嗱，磚出翻露台之間咧，cut 磚啦，就石屎紅泥啦，去翻個窗框。咁你見到呢度咧，啲邊咧就大細邊嘅，咁大家預咗啊，到時收樓咧，呢條邊同呢之間嗰個 gap 位咧，就都唔知用咩填縫膠填翻去啦。露台部分環節同之前嘅單位一樣，呢個磚冚面都係突出嚟嘅。問題同之前一樣，踩得多塊磚就會甩，仲未計算你屋企唔着拖鞋。你喺露台行翻入去，一隻腳趾公啄埋去，即時流血。嗱，唔緊要嘅，樓盤附近呢有聖母醫院，睇急症好快。嗱，旁邊嘅牌真係咪好諷刺呢？
個別單位嘅洗衣乾衣機就放咗喺露台，包括 A、D 同 E 單位，做咗石屎等晾膏，加個木櫃包住，頂咧就用咗啲石，而最尾對住露台邊位咧有去水位嘅。咁預計上邊會承載咗雨水，咁向着缺口流出去。最奇怪就係缺口下邊有條罅留咗個板頂，個櫃又冇背板，上邊仲有個窿。詳細睇到咁多，最低限度咧，牆身嗰條直邊咧都打翻膠啊！仲有石屎燈同個燙窗之間呢係一個死位，咁到時有水養咗裏邊，咁點走呢？呢個設計仲有好多甩甩漏漏嘅嘢，唔再提啦。喺會員頻道再有條片再講下呢個櫃應該點樣設計啊！睇咗咁耐，大家唔知有冇留意，所有廳房開得到嘅窗，呢隻開得到嘅窗係比一般嘅住宅大廈長。各位花生友，你睇下住緊嘅單位，或者向你嘅窗外四周望下，有冇邊隻窗係咁長身？根據法例，喺個窗前邊企得上去，最低限度要有1.1米或以上，係阻住個人，避免佢跌出街製造意外。通常避免左右景觀呢，都會加翻塊厚玻璃，而下邊嗰次開翻個口啦，通常都有幾寸高嘅。今次嘅問題唔係隻窗放得太高，而係隻窗個高度伸延得太過低啊！仲要平咗個窗框底，你試諗下，係咪好容易跌嘢出去先？我估絕大部分床都拍埋去窗邊噶，邊有咁多三邊落床啊？一下唔覺意，手機床褥上邊蹬一蹬跌落去床邊，而個窗又打開咗，咁到時準業主就小心啲啦。你睇下個窗比例成道門咁高啊！去到揀職攻略環節，較早前提過 A、D、E 單位嗰個洗衣機房露台出邊。但係奇怪 ，D 單位咧嗰個窿咧就特別大啲嘅，到時收樓咧唔知有冇驚喜呢？即係所有300幾尺嘅兩房單位，洗衣機放喺露台出邊，而洗衣機係製造噪音。如果夜媽媽喺度揈衫呢，梗會有受害者嘅。咁隔籬 E 單位喺度洗衫，咁你個 D 單位個2號房嘅窗打開咗，冇人聽唔到噶。嗱，呢個聲音呢係無差別嘅擴散嘅，咁咪樓上同樓下都會有聲音散俾你。另外 D 單位個冷氣壓縮機都會有熱氣向外散，咁所以啊，佢自己間房咧就會俾自己嘅熱氣籠罩住，咁即係又係閂窗啦。咁喺設計上邊，隻窗開得咁長身就係最敗筆。嗱，開則方面呢，又比較少見，個廁所個門呢同大門口咁近，我有少少擔心喺 lift lobby 嘅朋友會聽到沖廁聲。嗱，喺個項目裏邊呢，垃圾房兩邊都開到門，只要其中一道門冇閂實，又啱扯到風，可能會將中間嘅污糟空氣兩邊通，一係就扯咗去後巷樓梯，如果唔係咧就去咗 lift lobby。我擔心衛生方面有啲問題。喺現場其實留意呢個窗好耐，到最尾參透到啊！我睇咁耐咧，終於知道一條橫嚟嘅作係做咩啦。當打開個窗，咁好容易跌嘢出嚟噶嘛。咁跌出嚟呢邊咧就晾住啲嘢，你伸手出去都可以執翻。咁我真係極少可見到咧，呢度個窗直接咧成幅開晒嘅。最後有意想買平台特色單位嘅朋友，建議咧就加翻個人旁，最怕樓上跌嘢落嚟冚親你個頭。我絕對相信樓上個業主唔係有心，但係個窗咁樣設計咧，梗會唔覺意跌啲嘢落去下邊嘅。強烈建議樓上嘅住客記住要加大你個第三者責任保險。一下唔覺意，你個小朋友瀡咗個車仔落街，或者係工人姐姐跣咗啲嘢落街，當你俾人告，你都可以減低你嘅賠償。作為小市民，我哋記住行過明鳳街，關鍵日期2025年4月之後，一定有騎樓底行快2步。發展商話，相對於東九龍嘅尺價嚟講，有2成折讓，咁嘅質素2成折讓基本噶啦。淨係設計失誤，起碼要平10%。希望大家有得着啊！中意嘅話可以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欣賞我嘅創作可以俾個 lik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